那边不得撸两脚？不得，你坐好，你不管。哎，看他水，我是看他水他进去不进去？敢不敢去问一下前面这个大奔司机，问一下他有没有开过特斯拉满血版的 FSD？ 为了锻炼一下我自己变得更社牛一点，我决定去尝试一下。你们不要嘲笑啊！哎，大哥你好，打扰你一下嘛。啥子事？哦，是这样子的，我是做那个自媒体的，那时候我今天想找一个奔驰的车主给你们试一下这个特斯拉最新的这个自动驾驶技术 V14。我看你开这个大奔当时买下应该不便宜，你应该也是懂车的人，所以我想问下你对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了解不？了解点儿，但是没有开过。哦，那正好嘛，我这儿刚好有一个那个最新版的这个，它这个上面装了自动驾驶软件的 V14，有没有时间嘛？我给你体验一下。可以嘛？告一半。大哥请坐。啊，好的。大哥，我录一段视频，没问题吧？可以，没问题。啊，好，那我手机挂后头啊。啊。我现在教你。啊。踩到刹车挂档。踩到刹车挂档。然后脚拉开，脚拉开，按那个滚动键激活。脚拉开啊，你脚拉开，不要踩刹车。滚动。按往下按。哎呦，看挂得到不？挂不到。哦，哎呀，哎，速度快了。不快，你坐着你不管它，你坐到放心坐到。带到的镜头左转。哟，他看他晃了点，他接着掉头，哟，可以。看他咋子？哦，他小的，主要是冷风热风。冷风吧。啥子情况？哦，他等一下。口上对，口上还要等一下。哦，这个设计是好的。全程点对点不管。但是那个要管，红绿灯这交通，红绿灯就是2-3个灯的那种，他就认不到。你要管。这个呢？这个情况呢？这个他认得到。哦，不是4精灵。哦，那个太急了。我专门调那个疯狂模式，就让它开得快一点。你不要害怕，它随便冲个那个啥出来，它都能刹得住。自己刹。就突然间来一个，它都刹得住。这水它都不挤压呀，这深水荡荡它都不挤压。哟，你没看到它是绕的吗？可能是热风寒冷下水就。23度，10度嘛，差不多嘛。这哪里还快？我40码快吗？哪来加完那个意思？超速了嘛，限速40跑40，超一点嘛。这些路口上他都不得乱跑。哦，这他说的很不错。这个是口子让他都晓得减速了。看情况通过。这就等于自动驾驶。对呀，哎，这样他看得见，他就跑得。你看这个道他妈，他来拿给你照，或者说他咋走，他走得很清晰。你不能看我这屏幕，看屏幕他车机要叫唤，监控到你。你闪路哪儿呢？这儿。啊。他监控到你，看你有没有看路，你玩手机啊那些都不得行。这个哪晓得吧？一个红绿灯他都没得问题，几个红绿灯乱七八糟他就不认识。当然他不走呢。那大货车呢堵到他走啥子走？这就是人家的那个的地方，你看那人开的他就要去。哦。看懂了吧？这是人家的那个让行的文明程度。我们这儿就是能有咔咔就挤了，管你妈的，能过去我就要去挤了。你这是里面就装了那个，就装那个车子上面V14的那个系统。对。这14系统是最新系统。这个是2025年12月份发布对外的，比如说我们把它下载下来装到这个车上面就可以用。你想这半年人家又先进了好多。看前面，你手不要抱着，手不要抱着，你抱着它以为你耍手机，你分开嘛就放到2个腿上就行了。它全身去监控这个
驾驶员的都是动物。哟，他跟救护车那他看到，哦，不是灵活，他看到救护车距离远，他来不到，他顾得到，他都就属于计算得到，嘎。是雷丹吗？还是超级窄的地方，他轮胎压到那个草上面走。哦。你再回你乡码头那个，你就晓得了。不是你看他在学徒快活了，学徒应该。好，那个儿子好精灵，你那儿子隆重不让让他也不能走给他后头嘎。小朋友有点疼。所以我说的有些他们好多人不信，觉得我在吹牛逼。哎，你妈都问年包有了嘞，装在其他车上去来了。咋可能？我看他这样来咋走？没得地方走，他就排队啊。哦，你看有个车子他提前给打转弯的。哦，还比人开得稳了。你看嘛，反正这个全今天。你看那车子在后头，那车子在后头的时候，他就可以打转弯的。像这种情况，他突然之间来搞定啊！反正你做好，你就啥都不要管。除了红绿灯他乱路走错了需要你管，这些人冲出来都不用你管。你冲出来，你要是一接管，反而延迟了这段缩短这段距离。好精灵，你看。你控制。这人辆开机真的，因为现在判断都还干两个可能不是你人不能整个路程全程的，就是精神这个视力高度集中嘛，对吧？哎，那两个跑路上你整湖边，因为湖边整自动化闪屏，我那里看着。你那两毛子？你看过车企吗？也有逻辑。哦，这就是个玩具，我是，你玩就对了，有啥子？可是开得直稳啊，而且租车人也不晕车啊，这种情况。我说比我开得好，他的控车水平、反应能力。你看好平稳的评价了。哦，我这边你别来炒血啊，炒血要糟。他根本不得管啊。咋不得管？有限速的嘛。这是试试他都不管呢。是我设了超速20%，我调了的嘛。哦。20%超速，他又没说跑80。你过了这个超速点就开干，跑到60。哦，这车子太智能了。开人辆开机虽然比人安全度高，人的反应速度有个差距在哪里？你人家后头的车子人家都可以提前算得到。它这个是通过摄像头来计算这个空间的这个距离，就相当于把你关到一个黑屋里面，门一开你就知道你离那个门有好远，就是在一开门瞬间，你就能知道你离那个窗户有好远。就是这一点我感觉它吸引到我了。不是，人家最主要是好，它的稳定来源于它整个系统。软件算法嘛，它的算法。你只表面看到了稳定，它后面里面的系统好强大。对它一般像你们看视频啊，你在抖音上刷视频，看到这些你其实看不出来无感，你根本没啥感觉，你只有做到这个。差不多他赛车了。啊，你只有做到这个那个啥子，做到这个驾驶司机这个位置，你才会有那种强烈的感觉。车子甩不起，他就是超车了。所以这一版你们开我非常的放心。基本上只是出国人而言是啥子嘎。你那边有赛车吗？哎呦我的妈！你买个啥车干什么？我这个又不是教练车。哦呀，这人的已经真来飞了，没得用了。请走左侧车道。天嘛，后头有车子，他都给人家掐得紧，还会掐得很哪来？但是路口上他让人，他要让人能让到天亮。啊！只要看到人在那个斑马线上，他就一直让人家。这个人只要不停，一直在走，他就一直停那儿等。这是人家美国的礼让性。但是在我们这儿就吃不消的嘛，你受不了的嘛，是吧？
这凳子写得很硬嘎，虽然好实际上。这凳子，他要让，他要让。好，你那看他没这他也跑起来。这是在国外，这是人家的主路权。你要转弯，你不能挡到人家直行的那个。我觉得主要车子做人就要硬糊点，出去对人体也有好处。而然了，出去是怕火，一安逸了就咬嘴不能便宜。哎，其实我觉得车就是个代步工具，是吧？人嘛，你窄拢点，安全窄拢点就行了。对。你看，所以沙发你可以躺在屋头享受一些。30几万。26万多，这个裸车你还买个软件要6万多。这个软件不软件6万多的自动驾驶，没得软件人就没得软件就人开就不会这种。就闲置。哦，纯粹就是没得功能的。那没得软件的这个软件马上不卖了，你只能每个月去保月，就是叫你看宽带，就是宽带交费一样，每个月租金。这儿那个按一下，雨刮刮一下，刚才有。哦呀，太灵活了！13块看你。你要是真没开过、没体验过，你肯定不知道他这个能力，对吧？是吧？根本就开始我都害怕，从这儿上我觉得感觉到都没超他形容。随后200米右转。超速，闯红灯了，也不算，黄灯。不算黄灯。你看样子转弯转得好正规哟，嘎，转来路了才马上转大弯嘛。转大弯不是用那个转结构弯嘛，要真的。哦，比人开得稳当。除了有点慢之外，是吧？哎，你这是车间来行动，那肯定要为了确保安全来行动。我们啊。哎，3年的鬼。哦，怎么样？哦哟，哟，你看为啥子它刹不？因为上面有个树枝子，因为刚那个柱子掉在那儿的。哦，还脑壳上有踩呢？有嘛，没得上让得行。你看这些路，它就控制的速度很好呀。对不对？你看这些树草它小的都能挂呀。接近目的地。这人力非人，不能取头。你看机器人做饭，机器人打扫卫生。卫生局说我一直没开过，我今天开过这个小的。这会儿汤马园的话，那就也是够成立了。到达目的地附近。哦，我知道他的位置，看他咋子。看他咋整。你不管哈，全程不管，这段话要记录经典的东西。哦，已经到了，他就给你停这儿了，因为这个定位到了，他停这儿了。不要拿开。哎，看落下去就看到，不得落下去。你看到嘛？看他倒车的水平还行。我是人家鬼。哦，一会儿倒水技术好。哎，那边不得落下去？不得，你坐好，你不管，他这个视觉的嘛，整个路的那个空间计算出来。走这些。你踩嘛，给他踩点油，压着他走，因为他不知道那儿有那个。压一走嘛，你压着油门还走，因为他看不到这边的路。好，你就去了噻。他本来他可以自己停，他走这儿他也可以停。没得这些档的话，他就是全程给你干弄。哎，停。你下去，你那个安全带一取，他自己。哎呀。你按到推门，它这个不是自动开的。老板，你看，这个车子全自动驾驶中间，点滴滴，到了吧？这样看出车子这是认真的。哎呦，他还紧你，差不多让边边让他让他，不是那个，让他先危险让他让他。你不用倒出去，这样上来的。
他自己你反正点到点的，你不用去搞它。哦哟，开工，道路摄像头还急呀。那导航没退出。哎，我说你那个那么堵，都他嘛，他不是开不好，他到这他一样的看到，他都会看这些周围的路况，都在走。哦，儿子一喝出来，哦，儿更是先进，是因为自己去那儿倒，这里推广的车子，我小目标好久的实现追求。不知道吗？他说8月份要撵上这个的嘛，撵不上他和金门大桥去萝卜上。听他的，有看这个情况。哎呦，控制得很精准啊。只要开上这一版，发生事故率的机会减少99%。首先我看他那这关键路道，它速度下来了，不像是开1码1码。哦，对。所以下来还有一个，它反应速度够了，它这个事故率它就不像你人开的跑得快了，事故率那么高嘛。还比如说你从那边丢个东西下来，都可以，可以。不落地，直接穿过去。那它不影响它不得减速嘛？不影响它不逃减速嘛？它减速咋的？那不是就属于那个乱减速了。你看这个人嘛，拐出来他就立即啊，他儿子瞬间，他这算法算得好准了，嘎。就是我说你们没有体验过的，我说那个说瞬间你们不知道啥感觉，你要坐在上面。其他的还是属于半可用状态，这个是基本上达到可用的状态了，是不是？已经实现出来能够倒车的出来自己了之后，已经实现完全的替代任务。就是红绿灯，红绿灯就是他需要学习嘛，他跑，但是我们国内的数据不让他出国，你就不能把这国内的这些地图信息发到国外去训练。只有等他们上海的特斯拉把这个做好了，我们国内的人就可以享受。没得记忆功能，比如说我跑过这条路，没得，他不需要这个嘛，他能力到了，他因为开车啊，我把你甩到美国去。你会开车只是你不认识交通规则而已嘛，是不是这个道理嘛？你开车的技术你是有啊，只是说你不知道他那个路到底人家左转你能不能直接走啊，或者是咋个，你这不懂嘛？可以那会儿。他不减速那个。我们就定到了，他减速我们就直接走。这车子硬是主导优先权那个很清晰，嘎。他转弯道不是他优先权，他起来自己压自己。你看刚才这个动作是主导优先权，他就走他的。他要去顶一下嘛，嘎。挤一下。他要去挤一下。实在挤到极限不得行的嘛是那就停下来嘛，嘎。你看刚才这个让这另外3辆车的让得好稳。看着，硬是避让功能很强，真的很小心的，周2年命令顾得到他都让他嘎。因为他不确定他那个到底他的行动轨迹他预判不了嘛。他这样就没压过这个道路，他这些都娘来对不对？但是摄像头看上全景的嘛，周围。不是你个。他晓得这些人往这个方向走，他妈的他就要去让，你说他是不是嘛？你晓得他喊皮哇，他操去，不是你得给我操走。那掉头的嘛。哦，请你狗日的二也转弯。哎呦喂！虽然没得路，没得那个人，晓得在这掉头的嘛，不是说。哎，我认你的鬼哟！这个就是一般车子没得的这个儿走嘛。就闹钟这里太放一下。走。闹钟气也大哟。牵手。这儿坐。
好好。老总，你们这个现在这是做什么的？我们这边的话是主要是3个板块，第一个就是做模具，第二块呢就是做塑料制品，塑料制品的话就是几束的异形材，第3个板块的话就是做注塑机壳的塑料制品。那就像有一些电子产品那种外壳嘛。对，就是一些电子产品的外壳。啊，兄弟们，这个资源我给你们找到了啊，到时候你们有这种像电子产品那种机器的，你们也可以找这位老总。欢迎大家来指导。喝茶，谢谢。到时候我带你们去车间里面参观一下，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车间的实况，怎么样生产的啊？对。哎，我们今天总共差不多跑了有100公里左右，这100公里，你觉得现在你对它这个威士忌的感受怎么样？非常棒。我今天反正就好的，你把你的感受说出来，坏的我们也要来讲。非常棒。实话实说，我今天从上午开到刚刚回来之后，我心里面有一个初心的想法，就是说这个车在我的心目中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因为第一点就是什么，在全程的过程中，我没有想到它会能够实现全自动驾驶。但是呢，对，就是点到点，几乎我没，也就是点到点，我没有去掌控过它。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实话实说，它这个存在的问题就是在十字口上。红绿灯我这回对，红绿灯我觉得做这个还要改进，对，太差劲了。有人他基本上容易把它限制住，他不怎么走。对，他就在那儿等。但是呢，这个呢也有它的好处与劣势，可能我们这边的。交通状况和他这边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在他这个在这个通行的过程中啊，就是特别是在有人的时候，他是最先礼让，这个是他的好处，但是也是他的劣处。他可以很远，他就停在那里了，就不走。这一点就给我们感觉他开有点，如果我们着急的话就不行，是吧？要是体现他那个能力是可以的。对。但从安全的角度上讲，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可以。这方面我觉得他做的确实不好，但是在快速路啊，然后还有避让行人这种危险的场景，我觉得他处理的好。你觉得他怎么样？对，这个我实话实说，我感觉上他好像比人的反应速度还快。因为今天有几个骑车的人出来的时候，他能够好像能够提前预知。当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它速度已经降下来，已经往右边。对，你刚上车和你开了10几分钟之后的那种状态，心里的完全不一样，对吧？这个完全是2个概念。刚上去的时候，我的内心通通的响，就有点发热，我就让你把空调开大一点。但是开了10来公里、几公里之后，我觉得好像就完全放松了，完全在我的预料之外，他有这么优越的这种驾驶能力，这个相当不错。兄弟们，跟你们玩的就真实啊！今天刚好遇到这个老总是做企业的企业家。哇，这里面好大呀！这个呢，就是我们住宿车间。刚才我说3大板块，这是我们一个板块，住宿的。富阳车间生产放口。然后我说第2个板块的话，这边就是我们的模具。哦，这就是我们的第2个板块，我们的模具这个车间。哇，这后面好大呀！90度的俯角。它这个用在哪里的？这个用在包边嘛，墙体包边。哦，装饰方面的啊。